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戴安的新生活，我是戴安，这是一个关于慢生活、旅行和教育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到巴黎，想到巴黎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巴黎铁塔、塞纳河沿岸、精品、保养品、美丽的衣裳或者是美食呢？第一次来到巴黎的家庭游可以玩些什么？戴安今天带大家去5个经典打卡点，以及3个特别推荐的美食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首先我们来到 Eiffel Tower 巴黎铁塔。巴黎铁塔是整个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，在纽约帝国大厦落成之前，巴黎铁塔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，长达45年之久。巴黎铁塔有2种票，一个是搭乘电梯到它的顶端，另外是走楼梯也可以走到顶端，然后在上面观景的时候，安雅还会说 action， 要帮我们拍照。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个米其林1星的餐厅，在埃菲尔铁塔的附近，精致美味的餐点，看安雅吃得多开心。第二个要介绍的是罗浮宫。罗浮宫原本是12世纪的城堡，后来成为法国的皇宫，如今也是世界最大最著名的美术馆之一。馆内收藏超过35000件艺术品，包括有蒙娜丽莎、胜利女神、米伦维纳斯以及拿破仑加冕图。最著名的入口就是贝聿铭所设计的玻璃金字塔。参观罗浮宫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，可以慢慢的逛。那早上去的话人会比较少。在这里安雅得到很大的恩宠，工作人员把她带到蒙娜丽莎的前面，就让她在那边照相，所以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排队，就可以快速的照一照离开。所以从罗浮宫一路往西，可以到杜丽勒花园、协和广场、香榭丽舍大道、凯旋门。一条路线是巴黎最经典的散步路线。我们在巴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像是在拉法叶百货，安雅就买了她喜欢的 Hello Kitty， 爱不释手，整个旅程都带着她。奥赛美术馆被很多人认为是巴黎最美最值得看的美术馆。如果罗浮宫代表的是古典艺术和王家的历史，那么奥赛美术馆就是印象派和巴黎艺术的代表。奥赛美术馆的前身在1900年是世界博览会兴起的火车站，因此馆内有保留了巨大的钟楼，还有挑高的钢构，是一个古典车站的空间。所以你看到这里有艺术跟巴黎工业时代融合的感觉。在这里可以看到梵谷、莫内、雷诺瓦、德加的作品。走累了可以在顶楼的咖啡馆喝咖啡，在那里巨大的时钟是热门的拍照位置。透过时钟看出去，你可以看到塞纳河、巴黎的街景、罗浮宫的方向。第4个要介绍的是西带岛。西带岛本身就是巴黎的历史，它位于塞纳河中间的小岛，被认为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诞生地，并且在2000多年来一直是法国的政治、宗教和司法的中心。当然在这里介绍的是圣礼拜堂，这一座华丽的哥德式小教堂建于13世纪，里面有圣物，并且有描绘圣经的彩绘玻璃。西带岛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建筑，就是巴黎圣母院。当时因为大火后修复，没有办法进去看，
但是戴安在下个月就可以过去看了，而且会在里面听音乐会。敬请期待我之后的视频，会特别的来介绍巴黎圣母院。在空旷的地方，安雅旋转得很开心。现在要来介绍第5个特别的景点，就是凡尔赛宫。一听到凡尔赛宫，就是极尽奢华的代表。凡尔赛宫是法国甚至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。它本来是一个简朴的狩猎行宫，但是因为路易14他登基以后，他想要一个彰显君主绝对权力的宫殿，并且远离巴黎的政治纷扰。从1661年开始，他就把凡尔赛宫改造成世界最宏伟的宫殿。之后其他的强国像是奥地利、西班牙，他们也会去建造宏伟的宫殿。凡尔赛宫重要的部分包括著名的镜厅，就是很多的镜子。凡尔赛条约也是在这里签订的。另外就是花园、喷泉、雕塑。花园大到你是没有办法用步行走完的，还好他们外面有这种付费的，可以搭乘小车子，车子可以带着游客来欣赏部分的花园。坐这个小车子就可以想象自己好像是从这个电影的情节里面，从凡尔赛宫离开，坐上马车，或者是进入凡尔赛宫。宫廷生活极为奢华，贵族们每天都要博取国王的欢心。路易14就靠着每天办很多的 party， 很多的舞会、音乐会、宴会，大臣们就是换上美服，心思都在这些宴会的上面。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国王路易16和玛丽皇后都上了断头台，凡尔赛宫就不再是王权的中心。为了奖励大家听到这里，我要在这里推荐2个美食餐厅。一个是 L'Escargot， 这个招牌很明显就是大瓜牛、小瓜牛。L'Escargot 这个餐厅建于1875年，许多文人艺术家像是普鲁斯特、达利都是这里的座上客。这里的瓜牛真的很好吃，好吃到我会为了这个瓜牛再度来到巴黎。第2个要介绍的是一个拉面店，叫 Kodawari Ramen。 这家的拉面店很特别，它本来是一个关闭的鱼市场，那把它改造以后就变成拉面店。那它的面条、汤底全部都是餐厅自制的，浓浓的日本传统味。安雅在这里吃得很开心，而且他的老板很帅。如果想吃简单的一餐，又能够喝个热汤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另外像是在 Le Bon Marché 勒蓬马歇百货，这是世界上的第1间百货公司，也是很著名的贵妇百货，这里真的都是精品店。它的对面是一个超市，你可以在这里买到当地的食物，像是鹅肝酱之类的。这个1856年就建立了百货公司，我们在这里买了他们特别设计的汤匙，还有金汤匙，到现在都已经用了很多年。我们在巴黎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在杜丽乐花园，我们在那里散步看夕阳，鸽子在我们旁边飞舞，喝个咖啡，吃个可丽饼，非常的休闲，这些都是美好的回忆。在巴黎，如果你像我一样住在第1区，我刚刚讲的这些景点都在里面。凡尔赛宫比较远，你可以搭乘 Uber 或者是计程车，大概40多块欧元就可以到了。戴安下个月又要再度前往巴黎，除了再度造访奥赛美术馆以外，我还会在巴黎圣母院听音乐会，另外要造访莫内的花园故居。
因此我这一集做巴黎也是在出发前来回味一下。喜欢戴安的频道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欢迎你告诉我你喜欢巴黎的什么地方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个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Volveré de nuevo a la